年纪大了就该忘事，记性差只能怪岁月。错。哈佛花25年追踪近万人，发现50岁后大脑衰退不是必然。每天花3分钟做件小事，就能让大脑年轻10岁。台湾神经科医师的记忆训练，更是让无数老人找回清晰思路。咱们先说说身边最常见的场景。不少老年人早上刚锁上门，走下楼就开始嘀咕：钥匙带了吗？钱包放哪儿了？还有的阿姨在菜市场转了一圈，回到家才发现自己想买的鸡蛋和青菜压根没买，反而拎回一堆用不上的东西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些细节，觉得人老了记性差很正常，甚至开玩笑说老糊涂了。但医生发现，杭州有位68岁的王大爷，就是因为记性越来越差，出门遛弯时找不到回家的路，在小区附近徘徊了3个小时，最后还是民警帮忙联系上家人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广州一位72岁的阿姨，因为忘记关火，煮着东西就出门了。幸好邻居闻到焦糊味，及时敲门，才避免了火灾。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，很多50岁以上的朋友都在被记忆力下降困扰。下棋时刚想好的棋路，转身就忘了下一步该怎么走，和老同事聊天，话到嘴边却叫不出对方的名字，甚至刚放下的眼睛，转眼就到处翻找。更危险的是，很多人把这些现象当成正常的衰老迹象，却不知道这可能是大脑发出的预警信号。如果忽视不管，认知功能可能会持续衰退，严重影响晚年生活质量。接下来分析原因，为什么50岁后记忆力会明显滑坡？首先是生理上的自然变化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大脑里负责储存和提取记忆的海马体会慢慢萎缩。研究表明，60岁以上人群的海马体体积比20岁的年轻人小了约 10%、-15%。这就像大脑里的记忆仓库变小了，能存放的信息自然变少。不少老年人睡眠质量变差，晚上容易醒，入睡难，甚至有失眠的困扰。而医生发现，睡眠是大脑整理记忆的关键时期，就像给电脑整理文件一样，睡眠不足，白天接受的信息就没法好好储存，第二天自然记不住。还有些老人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这些慢性病，这些疾病会影响脑部的血液循环，让脑细胞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，就像植物缺水缺肥会枯萎一样，脑细胞功能也会受影响。很多家庭忽视了长期的精神压力和孤独感，也会伤害大脑。退休后没事可做，每天宅在家里，缺乏与人交流，或者总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，过度焦虑，这些不良情绪都会让记忆力越来越差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除了这些不可避免的因素，不良生活习惯才是加速记忆衰退的隐形杀手。不少老年人退休后就彻底躺平，每天要么坐着看电视，要么低头刷手机，大脑长期不锻炼，功能自然会退化。还有的人饮食重油重盐重糖，顿顿离不开肥肉、咸菜和甜点心，却很少吃蔬菜水果和鱼类，让大脑缺乏必要的营养支持，记忆力自然越来越差。更危险的是，很多人把轻度认知减退当成正常衰老，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。台湾神经科医师的临床数据显示，轻度认知减退的老人，如果不及时干预，每年约有 10%、-15% 会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，而正常老年人这个比例只有 1%、-2%。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几项权威医学研究发现，这些研究结果能帮我们更好地了解如何保护大脑。首先是哈佛医学院长达25年的经典追踪研究，研究人员从1996年开始，跟踪了近万名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，记录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认知功能变化。结果发现，每天坚持认知刺激加适度运动的人，大脑认知功能比同龄人年轻10岁，海马体萎缩速度减慢了 60%。
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降低了 58%。 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这项神奇的事并不是什么复杂的训练，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简单习惯。研究表明，那些退休后依然保持学习、社交和运动的人，记忆力和思维能力都保持得很好。另一项来自欧洲27国的联合研究，分析了 14.5 万份50岁以上人群的数据，发现社交活动对记忆力的保护作用非常显著。其中女性更受益于多样化的社交，比如参加广场舞队、老年大学、社区志愿活动，而男性则更依赖配偶、子女等亲密关系。缺乏社交的老年男性，认知下降速度是有稳定社交人群的 2.3 倍。台湾荣民总医院神经科的临床研究也发现，通过简单的3分钟记忆训练，坚持12周后，受试者的短期记忆能力平均提升了 35%， 注意力集中时间延长了 40%。 还有一项动物实验显示，规律运动能刺激大脑分泌一种叫 BDNF 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，这种物质就像大脑的营养液，能促进神经细胞生长，增强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，让大脑反应更快，记忆更牢固。这些研究都证明，大脑是用进废退的，50岁后只要找对方法，就能有效延缓记忆衰退，甚至让大脑逆龄生长。接下来这一点尤其重要，就是日常预防方法。这部分内容非常实用，大家一定要记好、用好。首先是台湾神经科医师亲授的3分钟唤醒记忆训练，每天早晚各做一次，简单易操作，不管是在家、出门排队还是坐公交，都能随时做。第一步，注意力聚焦训练，找一张有多种物品的图片，比如水果篮、菜市场的照片或者身边的桌面，专注观察30秒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尽量回忆图片里的所有物品，比如苹果、香蕉、橙子、葡萄，再睁开眼核对，看看漏了哪些。医生发现，注意力是记忆的基础，很多人记不住东西，不是记性差，而是注意力不集中，一次只专注一件事，能大幅提升记忆效率。比如买菜时不要东张西望，专注记住自己要选的菜品，就能避免买错或漏买。第二步，视觉化联想训练。如果要记住几件不相关的事，比如买牛奶、鸡蛋、面包、牙膏，就想象一个生动的画面，你手里提着一桶牛奶，牛奶盒上坐着一个鸡蛋，鸡蛋旁边放着一片面包，面包上挤着牙膏。研究表明，人类大脑对画面的记忆能力是文字的10倍。生动有趣的画面能让信息牢牢储存在大脑里，回忆时一想到这个画面，就能把所有东西都记起来。再比如要记住朋友的电话号码，就把数字和熟悉的事物联系起来，比如138可以想成一声发，5678想成5678的口诀，这样记起来就容易多了。第3步，开口复述，加反向回忆训练，把当天要做的事、记住的信息大声说出来。比如，我明天早上8点去公园散步，9点半回家给儿子打电话，下午2点参加书法小组，复述3遍，然后再反向回忆，从最后一件事倒着往前说。下午2点书法小组，9点半给儿子打电话，早上8点去公园散步。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研究显示，开口说能激活大脑的语言中枢和记忆中枢，双向记忆能让信息更牢固，比默默记在心里效果好太多。很多老年人试过这个方法后反馈，原来记不住的事，这么一说，一到着想就记得清清楚楚了。除了3分钟训练，日常还要坚持这几个习惯，才能让大脑保持年轻。第一，规律运动，每周至少3次，每次45分钟。50岁以上的朋友不用做剧烈运动，健走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正确的健走方法很重要，步伐跨大，脚跟先着地，再过渡到脚掌、脚趾，脚趾用力蹬离地面，膝盖微弯，
双臂自然摆动到胯后和肩同高，保持抬头挺胸，呼吸均匀。研究表明，健走能锻炼下肢肌肉，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让大脑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营养，还能刺激大脑分泌 BDNF 营养液。上海有位72岁的张大爷，之前总忘事，连自己的生日都记不住。坚持健走半年后，不仅能记住家人的电话号码，还能帮小区里的老人代买东西，从来没出过差错。还有位65岁的李阿姨，坚持每天早上健走1小时，晚上跳广场舞，现在记性比退休前还好，还能背下整首的古诗词。第二，改善饮食，跟着地中海饮食吃，多吃蔬菜水果、鱼类、五谷杂粮、豆类和橄榄油。每天要吃适量的深海鱼，比如三文鱼、鳕鱼、秋刀鱼，它们富含欧米伽减3脂肪酸，能保护脑部神经。多吃菠菜、西兰花、芦笋，这些蔬菜富含叶酸，能预防大脑认知衰退。每天喝1杯牛奶或酸奶，补充维生素 B12，帮助维持神经系统健康。不少老年人喜欢吃肥肉、油炸食品、咸菜，这些食物会增加脑部血管负担，容易导致血管堵塞，一定要少吃。还有些老人不爱吃主食，其实适量的全谷物，比如糙米、燕麦、玉米，能给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，让大脑反应更敏捷。医生建议，每餐主食占一餐饭量的1/4，蔬菜占1/2，蛋白质占1/4，这样的饮食结构最适合保护大脑。第三，保证充足睡眠，每天要睡够7到8小时，晚上11点前一定要入睡。医生发现，大脑整理记忆的黄金时间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，这段时间睡眠质量越高，记忆巩固效果越好。比如白天学了新东西，晚上好好睡一觉，第二天回忆起来就会更清晰。很多老年人睡前喜欢看手机、看电视，屏幕发出的蓝光会影响睡眠激素分泌，导致入睡难。睡眠前一定要改掉这个习惯，睡前可以泡个脚，喝1杯温牛奶，听一段舒缓的戏曲或轻音乐，帮助放松身心，提高睡眠质量。还有些老人有午睡的习惯，这是好事，但午睡时间最好控制在20到30分钟，超过1小时会影响晚上的睡眠，反而不利于大脑休息。第四，保持丰富的社交，别宅在家里。退休后时间多了，一定要多和人交流。女性可以参加广场舞队、书法小组、旅游团，多交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一起聊天做事。男性可以和老同事、老朋友下棋、钓鱼、打太极，或者和家人一起散步、聚餐。北京有位67岁的王阿姨，退休后加入了老年大学的合唱队，每周排练3次，还经常参加演出。她笑着说，现在记性好得很，合唱队几10首歌的歌词都能背下来。以前买东西总忘账，现在算得明明白白。研究表明，社交活动能给大脑提供持续的心智刺激，就像给大脑充电，还能缓解孤独感和焦虑情绪，这些都能有效延缓记忆衰退。很多家庭忽视了，子女的陪伴对老年人的大脑健康也很重要。平时多给父母打打电话，周末回家看看，和他们聊聊天，回忆往事，既能增进感情，又能帮助父母锻炼记忆。第五，持续学习新事物，让大脑动起来。很多老年人觉得年纪大了，学不会新东西，其实这种想法是错的。学习新事物不在于精通，而在于过程中的思考和探索，能让大脑保持活跃。比如学一门简单的乐器，像口琴、二胡、电子琴，每天练习10到15分钟，不仅能陶冶情操，还能锻炼记忆力和专注力。学用智能手机、视频聊天、网上购物、看新闻，这些都能让大脑接触新信息，避免退化。还可以学一门方言，练书法、画画，甚至尝试做一道新菜，这些都是很好的大脑锻炼方式。杭州有位75岁的陈大爷，
退休后开始学英语，每天记5个单词，现在已经能和外国游客简单交流了。他说，学英语让我脑子忙起来，现在记性比我60岁时还好，出门旅游都不用麻烦子女。还要注意管理基础疾病，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患者，一定要定期服药，按时监测，把指标控制在正常范围内。研究表明，血压、血糖、血脂不稳定会损伤脑部的微血管，让大脑供血供氧不足，加速海马体萎缩和认知衰退。另外，要保持心情愉快，避免长期焦虑、抑郁。很多老年人退休后会有失落感，觉得自己没用了，这种情绪会直接影响记忆力，让简单的事情也记不住。可以通过听戏曲、养花种草、散步、和朋友聊天等方式缓解压力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这对大脑健康同样重要。最后总结提醒，这几个关键点大家一定要记牢。第一，记忆力下降不是50岁后的必然结果，而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预防和改善的。哈佛25年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，大脑用进废退，只要坚持认知刺激、适度运动、健康饮食、丰富社交和充足睡眠，就能让大脑年轻10岁，有效延缓记忆衰退。第二，轻度认知减退是逆转的黄金期，不要忽视忘事、叫不出名字、注意力不集中这些小信号，及时采取措施，比如坚持3分钟记忆训练，调整生活习惯，就能降低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。研究表明，早期干预的效果非常显著，60%以上的人能恢复正常的记忆水平。第三，台湾神经科医师的3分钟记忆训练是最简单、最有效的急救方法，每天只需花很少的时间，坚持下去就能看到改变，再配合运动、饮食、社交等习惯，效果会事半功倍。第四，保护大脑是一个长期过程，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，需要耐心和坚持。很多人尝试几天没看到效果就放弃了，殊不知大脑的改善需要时间，就像锻炼肌肉一样，坚持1到3个月才能明显感受到记忆力的提升。但大家也要注意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，如果记忆力减退非常明显，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，比如经常迷路、忘记重要的人和事，无法独立完成买菜、做饭等家务，或者伴有头晕、头痛、肢体麻木、情绪异常等症状，一定要及时就医，咨询神经内科医生进行专业的检查和诊断。本文提供的方法仅供健康人群日常预防和改善，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诊断和治疗。老赵想问问屏幕前的朋友们，你有没有过忘事的经历？比如出门忘带钥匙，买东西漏买，想不起熟人的名字。你平时是怎么锻炼记忆力的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和方法。如果觉得这些建议有用，一定要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把视频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，让更多50岁以上的朋友学会保护大脑，唤醒记忆，拥有清晰的思维和幸福的晚年生活。关注老赵，下期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简单实用的养生方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